大家上午好，今天是7月1号啊，这也是新的一个开始。那么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港股的友邦保险 AIA， 这也是来自于咱们粉丝的一个约稿。那么经过我昨天晚上的一个复盘，我个人觉得这只港股当前的反弹上涨走势还没有结束，并且上方还有空间，所以说属于中性偏多的一个看法。那下来我们继续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看此次反弹上涨的它的一个性质。这里我们首先看的是这个友邦保险的月线图啊，上市时间在2010年，截止现在大概是24年的一个时间里。在这24年的时间里，它主要是先走出了一波五浪上涨结构。可以看到这个低点出现在11年的10月初，低点是 19.84，高点是出现在21年的1月份啊 109.3。 在这一轮的上涨当中，它的走势结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浪、二浪、三浪一、三浪二、三浪三、三浪四、三浪五啊，这个三浪走完了，然后是一个调整，四浪，然后再运行最后一个推动浪，第五浪啊，整体的上涨走势就是一个五浪上行。那接下来我们通过黄金分割看一下从 109.3 向下开始的这个调整，整体的调整结构是比较清晰的啊，是走了一个三波形态，而且它回调的幅度也是非常的充分，是达成了黄金分割 0.618 到 0.764 这个中间的一个位置，最低点是在 45.30 附近 45.25。下来我们主要是想看一看当前的这次反弹，当前的这次调整，它的用时和之前上涨的用时的一个比例关系。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之前的上涨，之前的整体上涨它一共是用时是111个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次向下的调整它的用时，这次的三波调整它的用时大致是39个月啊，39个月。那也就是说是之前上涨这个时间跨度的大概是1/3啊，1/3。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此处有可能从目前的这个黑色段的三波调整再次结束之后，向上演变出一个三波的反弹走势，不一定是推动走势，有可能是反弹走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到从 45.25 开始的这波走势，第一轮走势它是反弹到了 74.60， 45.25 涨到 74.60， 它整体的这波走势它并没有出现一个五波的引导或者是常规的五波推动这种形态，它只是出现了一个三波走势啊，三波走势。那么这里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之前的这波下跌它仅仅是一个大 A 浪，当前的这次反弹啊，它是处于一个大 B 浪当中。比如说这是 BA、BB 向上还有个 BC， 整体它是处于一个大 B 浪当中。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妥的，也是比较保守的，至少这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目标它是绝对能实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视频开始的时候我来说，当前的反弹上涨上方还有空间，并没有走完。主要我就是考虑的第一点上，我先按一个保守的思路去看啊，看这个上方空间。至于后期能不能由现在的这个反弹预期演变成推动预期，那么届时我们再根据行情上涨的强弱来定。好，这是这个阶段我们关于这个周期月线当前的一个走势结构划分。那下来具体我们看一看 45.25 到截止到目前它整体的反弹的一个预期内部形态。那如果大家有好的品种可以继续推荐给我们啊，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那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刚才说了，我们认为从 45.25 保守的预期，我们先当它是一个反弹的 B 浪来看待。这里我先拉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首次的上涨它就是直接冲到了临近黄金分割 50% 的这样一个位置，反弹三波然后二次回撤又是一个三波形态。那这里其实按照我们波浪理论的反弹结构调整结构的划分的话，那后期走势大概率只有两种
尤其是当前这一次的反弹，第三次的反弹走势这么强，力度这么幅度这么高，那其实当下的我们的选择只有两种，一种是335的平台型，另一种是333的双重三浪。如果是平台型的话，那么这一次的上涨，从这个低点二次回撤的低点是在 48.60， 这一次的上涨，它按理来说在当前的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应该出现一个类似于 C1 C2 C3 C4 C5 至少是出现一个 C2 的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涨到幅度到此都没有出现这样的调整，那说明当前的这波走势按照335平台的预期运行的概率越来越小，它有可能是在走333的双重三浪。如果是双重三浪，那前期 45.25 到 74.60 这波反弹的就可以定义为它是 B 浪当中的子浪 W， 回调的这三波，这是其中的子浪 X。 那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从 48.60 开始的上涨周期大概率是处于这个外浪当中，而且目前应该是处于这个外浪1的末端。那后期可能的调整形态应该是完成外浪1，有一个升幅回撤的外浪2，然后再走出向上的一个外浪3，届时来完成这个外浪反弹上行的这个三波走势。那么从更大周期来说的话，它就会完成这个大 B 浪的三波整体形态。其实当下关注一下，参考一下 W 浪里面的这个调整，这次 Y2 浪的这个调整跟它是处于同一个级别的，只是这个调整幅度的大与小的问题。那好，我们看到这里就知道了，上方反弹的目标是没有完成，但是短期也会遭遇这种大幅的洗盘。其实我们后期想要继续参与这个友邦保险这个股票，也要等到这个调整出现之后再考虑二次介入，做这个外浪3的波段上涨行情。到时候第一，上涨的空间幅度比较大；第二，向下的防守的位置比较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止损。同时呢，盈亏比也是非常的合适。现在目前这个点位去追的话，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大，除非说是你个人觉得无所谓，那么从70我扛到大概60或者60下方的位置，我能扛得住，那就当我没说。下来其实我们具体分析的就是说，这个 Y2 浪后期向下调整的幅度目标支撑大致在哪里。那这里我们继续将时间调整到更小的一个周期。那么这里也欢迎大家继续添加我的联系方式。那咱们其实当前在 B 站上分享的视频还不是全部因为我们有会员群，在会员群里我们会把更多的好的品种和观点共享出来。那么大家也可以加我的 QQ 来获取这个会员的资格。那接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如果近期这一次的近2天的这个高点或者稍微高一点，现在目前的高点是在 72.70 或者再高一点比如74这都是允许。那么首先我们还是拉这一波的一个黄金分割。通过黄金分割，我们大概就知道了下方的这个支撑目标区域它分别是位于61到58这个区域。那如果像上次这个 W2 浪这个调整深度的话，那有可能会跌破上述区域，去到55附近也就是黄金分割 0.764 的位置。但是按照以往的走势的话，我们首先考虑的是61到58这个区域。那从当前的点位70来看的话，下跌的空间大致还有10港币左右，也就是 15% 的下跌空间。所以当前的这个位置只能说是耐心等待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我们再考虑再次介入。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上次的一个调整时间，上次大致是用了53个交易日那这次才刚刚开始。那对于这波调整的话，所需要的时间呢，至少也是在2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才会完成这次调整。所以当前对于这只股票，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收藏栏里面，
继续观察，等2个月以后，我们再考虑在相对应的支撑区域考虑去波段做多。那后期整体上涨的目标，这里我们再切换回周线图。后期整体上涨目标，首先会看到黄金分割 50% 的位置，也就是77附近，77附近。那如果按照波浪尺1:1的一个比例关系的话，我们也可以去测算一下，1:1的比例关系大致是位于这个 80.50， 这是第2个目标位。第一个目标位刚才说了是在77，如果更强的话，可以直接看到618的位置，也就是85附近。这是以上就是后期整体的3个上涨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回撤到61附近开始上涨，涨到77，那至少也能看到16港币的这样一个上涨空间，大概是 25%。所以这也就是目前我先按照反弹预期来看这个大 B 浪的一个原因。至少这个16美金后期只要回撤到位，并且在相对的低位支撑出现日线级别的底分型或十字星的话，那么这个 25% 的获利空间我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并且可以拿到手的。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港股友邦保险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到此结束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本期视频到此结束。